加强。敢和中国硬汉比拳法，那就看你小子命硬还是硬汉的拳头硬，身体抗不抗造，一试便知。中国硬汉叫周兴，是周志鹏的侄子，他从小就开始跟着叔叔练习中国武术，还去往少林寺潜心修炼了2年半。至此，周兴练就了一双力大无穷的重拳，完全可以用力拔山兮气盖世来形容周兴。面对日本拳王的疯狂叫嚣，周兴并没有把这只硬狂吠的狂犬放在眼里。然而，日本拳王一而再再而三挑衅中国武术，出场时也是吊儿郎当的模样，也不知道这家伙哪来的胆子，竟敢在中国的地盘上挑衅中国武术。仔细瞅瞅，日本这家伙长得还真挺像人，这个背景音乐听起来就跟奔丧似的。日本 WPMMF 58公斤级拳击第2名，日本泰拳4人战60公斤级冠军。深受周志鹏影响的周兴，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来华挑战的针砭健太。可别忘了，周志鹏可是退伍军人，对日本人可是拥有深入骨髓的仇恨。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别看这家伙跟个鬼一样，真要是打起架来，针砭健太一点都不怂。可惜针砭健太今朝惹错了人，还想挑战周兴的拳法。周兴跟随叔叔练习过一段时间的铁砂掌，而且还在少林寺学会了爆裂拳，也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敢和周兴拼拳法的。上个瘾就是他拳法速会，而这个选手和这个两位选手一开场都非常正宗啊，还有同样声音送给他们，跟而这个周兴的身高是1.70米，而日本的针砭健太是26岁，从身高条件上看，正要比他高些。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选手的打得很有粘性，就是他抗打能力强，防守能力好，这是他一个特点。个子矮的拳头小小的，毛发长长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的小姐妹上擂台了呢。然而这家伙的进攻攻势还真不是闹着玩的，持续的进攻一直猛压周兴内围。反观周兴也不是吃素长大的，在周志鹏的影响下，别看周兴年纪轻轻，其实周兴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且沉稳的格斗战士。非常漂亮，你看这个周兴的这个拳法的一种变化。今天这场比赛还有看点，还有看点。而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针砭健太啊，从我们拿到资料来看，他以前在日本练过空手道，有过基础。漂亮，也高边上头。周兴的拳法实施的正好恰到好处，所打出的每一拳都能精准命中针砭健太。只不过这家伙的防守固若金汤，小将周兴暂时无法在短时间内攻破针砭健太的防守，但可以在换拳中得知针砭健太实施的是什么战术。既然在短时间内无法 KO 针砭健太，那就让针砭健太尝尝中国拳法的厉害。我看这个周兴主要通过的进攻点是通过正面，我不管我上高，包括我后手的之前打击都这样。而我们也看到周兴的这个拳法的线路，它是上高加后直。而且在加强拳法进攻同时，还有一些逐渐适应比赛节奏的针砭健太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拿着犀利的拳脚进攻就开始猛攻周兴。然而周兴的防守反击已经准备多时了，不过这家伙好像并不害怕周兴的防守反击，还是选择一直猛压周兴内围做动作。目前在场面上，现在是红方选手周兴占据绝对一种优势，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针砭健太，他这个反击是非常好。手拳控制，背膝，他是加猪腿的原地的，一会倒计时，哇，一个超手拳，针砭健太。最后1秒钟，周兴打出了一记顶膝和一记重拳，虽然是压哨实施的动作，但这些进攻动作都会被裁判记入点数当中，这得要多大的阵仗？周志鹏亲临现场来给周兴出谋划策，那针砭健太不玩完了吗？霍尔果斯的中拉法。第2回合开始了，周兴真是跟他叔叔一样人狠话不多，直接顶膝开路重拳跟上，一套丝滑的拳脚进攻打得针砭健太毫无招架之力，最终被周兴放倒在地上。站起来的针砭健太还整理了一下毛发，
看来周星要是不发力，这家伙还真以为中国硬汉的拳法是棉花做的吗？在进攻，火力很猛。在第二回比赛里面，现在周星有意识把比赛节奏控制，因为第一回合冲得太猛，我们担心他的体能的一种消耗。但是在第二回比赛里面，开局周星打得非常漂亮，又是后高边上头，原地飞膝。这个正方控制。台下的周志鹏对付日本人有一套自己的战术打法，一直在用言语激励周星。为了给周星一个良好的心态参加比赛，周志鹏则是和周星一起备战了1个月，吃喝拉撒全在一起，足以证明周志鹏和周星对这场比赛的重视。毕竟周星还很年轻，每一场比赛都将会成为周星最深刻的回忆。前高往上头，我们看在开合比里面，在红方啊，周星还用技术，同时利用前后高扫控制对方的头部的打击。而在第二回比赛里面，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也有意识加强自己的对对方低扫的一种杀伤。他现在不是一味的进行真边健太就像是一个复活之后的小手办，虽然进攻欲望很强大，但在周星面前，真边健太显得十分渺小，甚至一个指甲盖都能把真边健太碾压。花里胡哨的真边健太被 KO 只是迟早的事情。瞅他那实施的进攻，不仅毫无实际意义，而且还浪费体能和原有的状态和耐力。身材身高1.62，而且他也是从这个52公斤那么升上来。我们需要一轮掌声送给两位。我们现在看到周星这个拳腿的组合打得很轻巧，在这种结构做的这个控制上，现在周星控制一种掌握了一种绝对的主动。周星的拳法实施的十分丝滑，该打头就打头，该爆杆就爆杆，混乱的出拳出腿有点让真边健太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发起反击还是发起主动进攻。被踢了一裆的真边健太竟然有2臂。随着时间慢慢的减少，两人的体能消耗也越来越大。站在高点啊，刚才有点挂住对方裆部这种线，利用一种口头的告诫。当然，在第二回比赛里面，双方的进攻的节奏都在放慢的原因，都是双方体能在下降。我们看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你就看他的拳腿的一种组合，还是很有杀伤力。来自志鹏国际俱乐部的周星。第3回合开始了，日本选手的进攻越来越强势，时时刻刻都在对周星发起主动进攻。殊不知，周星正在酝酿一个暴走真边健太的恐怖计划。既然日本选手这么想发起进攻，那么周星就放开手，让日本选手靠得再近些。其后，日本选手就被周星的顶膝放倒了。漂亮，一个飞膝，我看看孟丹杰给这个真边健太进行了强突。OK。刚才那个周星的飞膝非常的准确，因为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高是1.62，而这个周星身高1.70，比对方高出有8公分，有这种身高优势，所以对方在这个地方进攻任务，飞膝进攻还是很奏效的。这样的话，周星的这种优势就更加的明显。当然，现在周星利用这种拳法一种控制，获得1次读秒优势的周星并没有狂躁，也没有不把日本选手放在眼里，而是继续实施稳健的打法来与真边健太进行对抗。面对真边健太的突发猛攻，周星只能用顶膝来还以颜色。不过这一招还真挺好用。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真边健太，毕竟他在泰国进行长期的训练，所以他这种拳腿的扫击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而且这个选手他唯一欠缺的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明显的进攻的一种线路，是我是以拳还是以腿没有，而且都非常均衡。现在你看这个真边健太有意识加强他的后腿，就是右腿的扫击。现在周星的长时间的对拼让俩人的体能消耗很多，不过真边健太的进攻还是没有停止，时时刻刻都在猛压周星内围。看来日本选手是想念周星的膝盖了。身陷劣势的真边健太貌似吃了老鼠药，拼尽全力也要冲进周星内围发起进攻。因为毕竟真边健太只有打进来他才有机会。现在周星还是要控制中段距离，有
继位还要采用飞行动作重击对手，因为他现在拳的打击力在下降。现在我们看到今天年代，第3回合最后一轮的尖叫声在哪里？这段时间对周星是一个严重的。面对针砭健太的主动出击，周星暂且只能实施简单的限制动作来反击针砭健太。时间所剩无几，最后30秒，周星一定要坚持住。年纪轻轻的周星能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属实不易。已经发壮力了。哇，又一个大摆拳抡起来，前摆。这时候场面上是日本的针砭健太在控制周星，因为周星的体能下降非常明显。还有最后的10秒，周星坚持住。这个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红方选手周星曾经用飞翼重击过针砭健太，被他强毒。全场结束。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3回合9分钟的比赛，针砭健太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然而周星前面发挥的还算可以，但到了后面体能逐渐不支。不过周星的总体表现还算不错。蓝方29，还想和周星拼拳法，还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赶来中国的日本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最终周星以碾压的方式获得了胜利。大家感觉周星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周星的硬气。